全是狠活，卻能狂賣14億。李子源甜牛奶是怎麼硬控了江浙滬的呢？明明被網友罵全是科技狠活，根本不是牛奶。配料表前3位全是水、奶粉、白砂糖，每100毫升蛋白質才1克，連纯奶的零头都不到，卻能常年狂賣14億。硬生生把一瓶4塊錢的糖水奶賣成了江浙滬人的集體鄉愁。在江浙滬，李子源的統治力有多離譜？2024年營收14.15億元，近一半都來自華東大本營。江浙滬隨便一個縣城的年銷量都能碾壓其他省份的省會城市。有人調侃江浙滬的地域結界，一半是奶茶撐起來的，另一半是李子源焊死的。明明是連牛奶都算不上的含乳飲料，明明被全網吐槽甜得發齁，喝多了長肉，卻能在伊利、蒙牛、娃哈哈等巨頭的圍追堵截中守住江浙滬的1畝3分地，甚至30年不倒，上市圈前成為甜牛奶第一股。这瓶充满爭議的狠活飲料到底憑什麼狂攬14億，又靠什麼把江浙滬拿捏得死死的呢？上世紀80年代，浙江金華的李國平眼看着新鮮牛奶保質期短，純牛奶又太貴，沒人捨得天天喝，於是他就開了家煉乳作坊，把牛奶加工成煉乳賣給上海、江蘇的奶糖廠。可直到1994年，李國平才找對路子。他發現江浙滬的小孩不愛喝寡淡的純牛奶，卻對甜甜的乳味飲料特別着迷。但當時市場上沒有一款性價比高，還適配小孩的。於是李子源品牌正式成立，第一款核心產品甜牛奶乳飲料，說白了就是奶粉、水、糖勾兌的糖水奶。這款產品從一開始就把狠活玩得明明白白，不用新鮮牛奶，改用奶粉沖泡，既降低成本又方便運輸，還不容易壞，多放白砂糖，大人小孩都愛喝，售價才1塊多一瓶，比純牛奶還要便宜1半。就這麼靠着一瓶糖水奶，李子源在江浙滬下沉市場扎了根。2000年銷售額突破1億元，2003年飆升到4.3億元，直接成為江浙滬區域性乳飲龍頭。在伊利、蒙牛的夾縫中，硬生生殺出了一條糖水賽道。要知道那一年蒙牛才成立8年，伊利也還沒成為全國巨頭，李子源的先發優勢就這麼定下來了。李子源能年銷14億，硬控江浙滬，靠的不是產品有多優質，第一點就是狠活降本，靠性價比碾壓同行。李子源的狠活從不藏着掖着，看配料表就知道，除了水、奶粉、白砂糖，就只有一些食品添加劑，本質就是加了奶粉的糖水。按国家標準，純奶蛋白質含量得大於等於 2.8%， 調製乳也得大於等於 2.3%， 而李子源每100毫升只有1克，連調製乳都算不上，只能叫含乳飲料。網友辣評的也直白，李子源最大的謊言就是把乳飲料叫甜牛奶，最大的底氣就是把糖水當成牛奶平替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乳糖不耐受的人也能喝，因為它含乳量极低，喝完基本不会不舒服。說白了，你喝的不是奶，就是甜甜的糖水，只不過多了点乳味。但就是这種產品能做到低成本、高利潤、高銷量。據悉，李子源核心產品的生產成本才1塊多一瓶，售價卻能賣到4塊左右，毛利率高達 39%， 比伊利、蒙牛的乳飲還高。可它為啥能有這麼高的利潤？就因為不用新鮮牛奶，生產也簡單，勾兌灌裝就行，規模化生產後成本還能再降。但最關鍵的是，它的口感剛好契合江浙滬人的喜好。江浙滬人本來就愛吃甜，而李子源的甜不是那种齁膩的工業甜，清爽不粘嘴，配早餐當零食解膩都合適。反觀伊利優酸乳、蒙牛酸酸乳，口感偏酸，在江浙滬下沉市場不吃香。娃哈哈 AD 钙奶虽然也是糖水奶，但口感对於江浙滬人來說還是偏厚重，自然也就拼不過李子源了。這第二點就是渠道深耕，在江浙滬，不管是鄉鎮街道還是偏遠山村的小賣部，都能找到李子源。而且李子源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路子，是深度滲透，從一開始就放棄加盟，專注於區域經銷，把經銷商當成合作夥伴，不是賺錢工具。根據招股書，李子源76%的經銷商年銷售額都不到50萬元，這些都是當地的小老板，深耕鄉鎮、校園渠道，有人脈有資源，能快速把李子源鋪到每一個角落。同時他還綁定了早餐場景，打造早餐標配。李子源知道飲料想賣得好就得高頻複購，而早餐場景就是最高頻的。有了这些渠道，也成功讓李子源在2021年上市，當年營收就達到了14.7億元，之後幾年穩定在14億元左右。2024年，華東地區貢獻近一半營收，在江浙滬含乳飲料賽道，市場份額遠超巨頭，下沉市場佔比超60%，成了真正的隱形霸主。但李子源的14億營收背後也全是麻煩，最致命的就是產品單一，研發擺爛，只會吃老本。李子源95%以上的營收都來自那瓶糖水奶，其他產品都是陪襯，幾乎賣不動。從1994年到2024年，30年時間，他沒推出過一款能撼動核心產品的新品。第二個麻煩就是太依賴江浙滬，全國化根本推不動，增長陷入瓶頸。李子源14億營收近一半來自華東，華中和西南只佔一小部分，華北、東北、華南幾乎沒銷量。說白了還是個區域性品牌。2024年華東地區營收還下降了 0.58%， 說明大本營的增長也慢下來了。與此同時，李子源的口碑也越來越差了。雖然他都強調自己是含乳飲料，符合國標，但廣告一直誤導大家以為是牛奶。再加上有網友買到過有異味有異物的產品，品控不過關，越來越多人放棄它。現在李子源還是江浙滬小賣部的常客，只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和家長已經放棄它了。畢竟靠狠活賺的錢終究不長久，靠老本守的江山也終究是不牢固。李子源想活下去，唯一的出路就是放棄狠活，多投研發，做真正健康、符合趨勢的產品。